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大直小老板哈，我是大直林亚瑟。这是一个 video podcast 的节目，也就是说，好，这是一个影像博客节目，这是整个 podcast 节目里面的第一集。我自己对于第一集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很多事情在第一集讲完，然后之后就讲一些自己想讲的东西。这一集里面会来讲做播客的原因，然后我要谈到经济国家论。谈到服务业的革命，谈到基础实业的企业，以及个人微型事业的创业过程。不管你是不小心听到的，还是这个可能很久之后，突然间回来听第一集，想听听看我们在干嘛的话，那么这一集刚好解释了为什么我要做播客。这一集主题呢，就是从脚下那一步改变世界。好，利益冲突揭露说明。在我开始聊这一集节目的一开始，最前头要和大家先坦诚，我呢在此时此刻经营了一间指甲店。如果说你觉得我在拐各位来指甲店做指甲的话，或者是想要诱拐各位来我这边加盟或来我这边学指甲的话，那是的。身为一个生意人，我一定会有隐隐约约的希望让自己生意越来越好的一个倾向。好，所以先和大家说，不过同时间在这整个博客的系列里面，我都会鼓励大家想办法做自己的个人创业，甚至我也会希望去引导最后产生出一个基础实业，一个社会型的一个企业，更甚至希望在更久的未来能够引导服务业的革命，甚至引导出我自己真正的目标——经济国家论。我常听中国的博客说，一代有一代之体，也就是说，每一个年代其实都有每一个年代代表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精髓或代表，或者是一个表达那一代人想法的一个文体也好，或者是以前是文体，现在不算是，现在进入多媒体时代了。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最适合的方法。我一直想要开一个平台、一个媒体、一个方法去讲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在部落客年代想啊就错过了。当然我们部落客做的还可以啊，对，在事业方面做的还可以。后来又开始了 Facebook 年代，当然了，在事业上面 Facebook 年代我们过得也还算 OK， 可是我还是没胆开启自己的想法。之后跳过了IG 年代，然后现在进入了 YouTube 年代。当然我们 YouTube 有一个频道活得也还可以，足以支持我个人的小小创业。可是终于好来到了 Podcast 年代了。以这个10年磨一剑的概念来说，当然是应该继续磨下去。可是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文体改变真的太快了，有时候等不到我慢慢磨，把我自己磨到完美，磨到80分，它就到了下一代了。如果再拖下去的话，不知道下面又兴起怎样的新媒体 AR 吗 VR 吗？那个时候我又要继续学习，已经拖了10几年的事情，如果再不去进行，我怕我的生命就快要结束了。所以对，现在就要开始了。在部落客年代的时候，我不太敢开始我的部落客，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学者，会有不专业的文字。到了 YouTube 年代的时候，我会担心，我的咬字啊，我常常在口疾啊，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了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video podcast 开始慢慢流行起来以后，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真诚的表情，可以用我的感染力去说服大家我所相信的事情，所以我开启了这个 video podcast 影像博客的年代。其实我自己听博客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大概在6年前、7年前吧，应该在7年前就在听中国的博客。中国的博客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在心中种下一个小树苗。他们在那个言论管制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拐弯抹角去讲自己的信念，去影响这个社会，去改变这个社会。这么多年后，现在再去看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看世界的方法的时候，哇，
就是那一群人当年的努力，使得他们现在的顶级的精英们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很激励我的事情，因为如果连中国都可以被改变，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被改变的？为什么选择用博客？就像我刚才提的一样，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听到中国的博客的时候，那个影响就像一个念头一样埋在我的心中，而那个念头慢慢的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后来就成为行动的一个依据。所以我想也许也很适合使用语言的方式，把更像是信仰更像是文化，更像是语言或是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东西，用感情灌输到各位的脑海里面去。接下来我们要谈经济国家论。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念头，然后后来慢慢的我觉得世界未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样子的形式呢？那就是在100年或200年后的未来，我们组成国家的最重要的凝聚力将不会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族国家，而是因为经济方式而产生的差异。例如说有一些人他喜欢福利国的国家，他希望国家给很多的福利，这一群人可能凑在一起，集结在某一个特定区域里面，那个国家的目的，那个国家的功能就是提供那一群人最高的福利，让他们过得很心安。可是有一些人他认为，他觉得想要有更多的竞争，用竞争的方式去让自己赚更多的钱，去满足更多的欲望。那这一群比较右派的人，他聚集在一起，服务这一群人的政府，有这一群人的运作方式。同样的道理，有商业的社会，有农业的社会，有工业的社会，他们会各自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而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人民才真正有选择生活的权利。那么在那个时候，人民才有真正选择生活的权利。在这个年代，这个时候，在我录音的2020年9月22号的当下，其实我们是没有选择生活的权利的。现在的人是我出生在哪边，我就得必须要依附在那个国家机器之下。如果说你很幸运，你生活在民主国家，你可能好一点点，你选择权多一点。如果生活在不民主的国家，或生活在落后的国家，你的选择就低很多很多。因为统治阶层所订立出来的一个统治架构，导致大部分的人都困在自己阶级中，而无法做阶级的一个翻身或者跨越阶级的事情。这是我们在这个年代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阶级制度的僵化。而更可怕的事情是，绝大多数的人感受不到自己就卡在阶级制度里面。更好笑的事情是，懂得自己卡在阶级制度里面的人，都在努力的摆脱自己的阶级制度，无力也不想回头看一下后面被你抛开的那一群比你更低阶级的人。所以我觉得在100年或200年之后那个时候的国家组成将会是由各个独立的经济体所完成的。也许它不是地缘政治也许会有虚拟国家的产生，虚拟国民的产生，这都有可能。但是以现在角度来看，我们此时此刻可是民主国家。从民主国家过渡到经济国家的途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很多很多的悲哀，跟很多很多的灾难会发生。所以说我在提经济国家论，不是因为我想要改变世界让它成为经济国家，不是，而是我打从心里认为经济国家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提出来这个想法只是想要让我们的文明往这个地方走的时候能够走得更顺利。好，讲太多到这边。服务业革命，服务业革命我把它定义在是50年后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我这此生结束之前，我们应该会面临服务业的革命。服务业革命是什么？服务业的大改革。在人类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面临的知识革命文化革命文化的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也有商业革命。我们很多的产业都经过很多不同的爆发、成长或规范。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由教科书告诉你我应该怎么做，而且我们也大多数知道该怎么去进行，然后怎样在那个产业中
翻身或者是成长。很可惜的是，服务业没有。先进国家的社会，基本上大多数人都从事于服务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看什么半导体啊、高科技发展啊什么的，但是真正的主体是服务业。可是很可惜的事情是，现在的服务业全球都一样，它其实并没有规模化跟制度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在大学里面我们上企管课的时候，别人管的是企业，所以他在乎的是商业跟工业的管理。那服务业呢？没有，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管理服务业。我们甚至在很多时候连服务业的 SOP 都定不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规模化它，怎么制度化它，怎么让它成为一个可以成长，或是可以让更多人觉得有依赖的一个行业类别。现在从事服务业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我无法做高科技业，我无法进金融业，然后我无法赚很多钱，然后才好吧，那我只好去做服务业。可是在我的想法里面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人都从事服务业，那代表着服务业需要更进一步。我们需要知道服务业该怎么进行，该怎样发展，该怎么控制，该怎么规划。如果说我们站在工业的角度来看服务业的话，那就比较像是我们的服务业需要像是鸿海或台积电那样子的企业。我们特别来讲鸿海的例子，鸿海是从一间做金属加工制品的工厂慢慢衍生出来的。你们知道吗？在桃园新竹那边其实是有大把的小型金属加工厂。你在街上喊老板，可能有一堆这个铁工厂老板会回头跟你说嗨。可是好，那样子小型化的工厂，家庭式的工厂，其实到了现在为止，到了30年后的现在依然存在。很少有人真正变成鸿海第2、第3、第4、第5、第100。为什么呢？鸿海在不断的摸索当中，摸索出了一种怎么去管理小型加工业的一个经营模式，一个经营技术。所以鸿海成为世界的代工大厂。在同时呢，从鸿海训练出来的人也成立了其他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公司，而这一些公司成就了台湾的代工业。我们的工业突然间变得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鸿海摸索出了如何从家庭代工厂变成企业级代工厂的一个管理方法。我们现在来看鸿海会觉得对，它的发迹，它的成功都是有迹可循的，都是有潜力，然后时间到了，然后慢慢衍生出鸿海的管理规模。以同样角度来看服务业，我想我们也准备要进入这个时期了。对，虽然服务业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管理，该怎么运作，该怎么从5、6人的服务业小店慢慢扩展成可能跨国连锁的店，甚至把这样子的管理方式、管理技巧交给其他的人，让他去其他的去努力，然后做成一个大型的聚落，服务业聚落。这部分目前没有，可是我觉得时间该到了，服务业革命应该就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要去突破它。这是下一个阶段非常重要的突破点。基础实业企业，就像刚才提到的鸿海一样，鸿海带领了台湾的传统加工业去迈向规模化的一个制度。同样道理，我也觉得应该会有一个企业，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基础实业，它应该要去解决的就是我们服务业往规模化、往全球化迈进的时候，或是往精细化管理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那样子的企业去做统合，去做领导。这个目标当然是讲远了啦，那我们讲更近一点的来说，就像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AI 以及全球化。AI 跟全球化它会杀掉我们很多赖以为生的企业，或是前辈们赖以为生的方法，而释放出，应该不能释放出，应该叫做被迫稀释出很多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人，或是该做什么的传统产业。这个基础实业的这一个企业，我就叫它基础实业好了。这个基础实业它像是一个网子一样去接住好那些转型不及的产业。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一天做粉圆的店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他只好倒掉，这个时候基础实业就应该去接手。
我们可以把它买下来，或者把它入股，或是用股票去跟它交换，它成为基础实业的一部分。那我们会导入我们的新的行销、新的管理、新的做法，而让那个传统粉圆店，它可能经营了100年的传统粉圆店，它可以继续活下去。我们把那个传统粉圆店的精神还是留着，只是我们导入了新时代的方法。这就是一个基础实业它应该要存在的目标。如果说今天基础实业这种企业它是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的有文化的事业，或是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或是我们多样化的社会就会因此而改变，成为像麦当劳或者像那种大型企业整个大举入侵服务业的状况，因为那会扼杀了我们之后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好，这个跟经济国家论是息息相关的。同样道理，基础实业它是要用更多的服务业精神，然后崭新的手法，一个新的目标，去赋予更多的意义，去赋予可能会被淘汰的工业啦、商业啦、服务业啦那些小型商家更多的意义。就像此时此刻有一群人在推动这个有机的农作，可是有机农作推了半天都没有用，对，没有错，怎么办？这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导入了一些新的想法，像是这个时候大家在保护石虎，所以说用保护石虎的概念去协助经营一整片无毒农药的稻田，好让那个区域成为石虎的天堂，石虎可以在里面过生活，当地的有机农产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础实业应该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只是好，现在在经营石虎的那一群人是一种志工形式，或是一种为社会奉献的形式。但是我想，只要规模够大，或是方法论够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可以持续运作的方式，赋予传统的工业跟农业或者传统服务业更多的意义，好让它的价值能够提升出来，去引导我们目前商业活动过渡时期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能够把它很圆滑的处理掉不要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冲突。个人微型事业讲到最后，终于讲到现在的目标。像我们刚才有提到，传统工商业社会基本上已经慢慢僵化了，可是我们很多人还是活在这边。像是我自己学会计的，我发现还有一堆人在做传统的会计工作。可是你知道我知道，听这个节目的观众应该也都知道，就是传统会计行业可能在10年之内就要消失了。好，那群人怎么办？所以这会面临到传统工商业社会的僵化。我们当年花了10年才训练出的人才，他可能在1年之内就不见了，就被替换了，就被大数据自动化而被替换了。那么这一些人该怎么办？假设像会计好了，会计人员被替换，那怎么办？没事做吗？所以去摇饮料吗？那去摇饮料，他们那时候已经40岁、50岁了，怎么摇饮料？所以所以在此时此刻的当下，此刻要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每一个人应该要想办法成为自己的老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老板这个概念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无可替代的专业，那一份专业是和人直接接触的行业，而不是电脑可以替代的。讲的有点深入吗？举个例子来说，好，像我自己做的指甲业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做指甲的时候，很多人会担心，指甲店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被消失掉？不会。虽然现在技术的进步，机器的进步，最新的科技是可以用电脑，可以用印表机直接把图案喷在你的指甲上面，然后你指甲上就有图案了。好，可是你的指甲要修形状，你的皮肤要照顾，然后像我做指甲矫正，你也需要矫正所以说，不管电脑怎么替代，只要人碰到人这个行业，它就永远不会被替代。所以像我自己投入治疗业，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很心安，我也很确定，好，在未来10年、20年之内，我是不会被电脑替代的。好，除非有一天仿生电脑人能够做出来，那么他就可以替代我了。不过那是太以后的事情了，此时此刻是不会。同样的道理，我现在在看，像我刚才说的传统会计业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今天一个会计人员他只会帮公司记账，那么等到电脑来替代他的时候，等到大数据来替代他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的。那有些人会说，那该怎么办？我觉得有几个做法可以做。第一个就是传统会计人员可能要想办法去增加自己的税务知识，然后知道未来该怎么样帮客户逃税、避税、规划税务。但是反过来说，其实现在电脑帮你算税务算得更快。在台湾要报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已经不需要自己算了，对不对？我们政府都要帮你算好，而且基本上它都是对的。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身为一个僵化工商业社会训练出来的人，就必须要去试着学习新的技能。好，这些新的技能包含了像我自己存在的美甲业、彩妆、按摩，像我老婆最近在疯的这个瑜伽，或者是运动、健身，或者摄影、音乐、娱乐、脱口秀这些人跟人接触的事情，比较不会被眼前就要面临的改变而被冲击到。所以这样子的行业、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专业是我想要去推广的。站在个人角度来看，它可以确保你的个人收入不会因为世界的改变而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呢，它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元的环境。不过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基础实业的时候提到的，这个社会目前最头大的事情是服务业，尤其是专业的服务业是被这个社会所鄙视的，它在这个社会的鄙视链最低层，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好，举个例子来说，像剪头发的，每个人你去问每个人都跟你说，哇，我好难找到一个适合的很棒的发型设计师。好，但是那个很棒的发型设计师，很厉害的发型设计师，基本上剪头发的时间也是约到爆掉的，你是约也约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缺少了合格的很棒的发型设计师。同样的道理，美甲师也是，按摩师也是，运动教练也是，教你做瑜伽的老师也是。好的顶尖的服务业的人才，基本上不但可以赚很多钱，而且也非常受到这个社会的欢迎跟鼓励。But 就是这个 but， 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体系，或者是成功体系，或者是整个管理体系里面，并没有教我们该怎么成为一个专业的服务业精英。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美发师，那你要去读美容美发科，然后去发廊熬10年，这样也无法让你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美发师啊，因为走这样的路的人大把的。或是这样说，像我所在的指甲业也是，你学会了指甲，然后你去美甲店做10年，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美甲师，你也不会成为一个被大家预约到爆炸，然后你可以无限涨价的美甲师。为什么？因为在服务业这个行业里面，要怎么成功，要怎么往上走，基本上是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成功人士还设定了非常多的门槛，去挡着大家不要往这里面跳进去。可在一个对社会比较好的立场来看，其实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在从事服务业当下，能够把他服务业的品质跟他的收入跟他的精细度往上提升。所以我反而觉得个人微型事业，也就是此时此刻大家流行讲的写改人生，反而是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讲到这里，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我想讲的这个 video podcast 想要做什么事。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服大家想办法投资自己，然后有自己的额外的能力。不管你是否在公司上班，可是你自己都应该有一个无法替代的能力，而那个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支持你当你自己的老板，或者是即使你今天假设你今天在指甲店上班也好，你也应该有一个可以当自己老板的心理或者想法，或者说是当你今天是一个上班族的时候，你也应该是把自己当作是老板，而你跟你的公司也只是合作的一个关系而已。可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你就必须要有无可替代的能力。所以这一个 video podcast 我想去
洗脑大家该怎么样成为自己的老板，该怎么成为一个大世界中的一个小老板。我也会分享创业的心得，或者是我辅导别人创业的心得，或者是我希望我的同事们能够达到的一个高度，都会在这个节目里面陆陆续续的去谈。简单来看的话，那这个节目将会是一个谈微型创业的节目。我想要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微型创业的世界。那如果说可以在台湾或台北可以有100个、1000个、10000个人，一个有这种概念的小老板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去撑住这个社会，好，去把我们的服务业的收入往上提升，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创造一个基础实业这样子的公司，好，去让我们整个社会往上更提升，进而创造出服务业革命，最后往经济国家路顺顺的走过去，而不是可能要经过战争、经过动乱、经过社会的连续的悲剧之后，才走得到经济国家的一个愿景。这个 video podcast 还是会专注于当下，我比较倾向在未来后面的几集里面呢，都在谈怎么创业，怎么在上班的生活当中增加自己的创业能力、额外的能力。我也想分享一些其他人做自己老板的经验。慢慢的，我希望能够吸引各位听众加入我们这个当自己老板的行列。好，把自己做好我们才可以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那么今天这一集开场白从脚下那一步改变世界，就稍微讲到这边。希望我多年回顾这一集的时候，不会觉得我自己又尴尬又生涩又无趣又不知所云。好了，那就到这边，感谢各位，谢谢大家。